手机 KCap 基础操作，首先我们到应用商店直接下载 KCap，点击下载、安装，进入 KCap 的页面，在上面是功能项，功能项里面自动剪片是我们常用的一个功能，点选自动剪片，输入你给它的照片、影片，随意投入几张。点选下一步，影片自动完成。这里面有许多的模板都可以做选择。如果想要做编辑，再点选画面细节都可以再做调整。右上角呢，我们影片有浮水印，点选绘出，选择不加浮水印输出，画面直接跳转到 TikTok。这时候我们回到上一步，任务完成即可。这样我们就得到一个没有浮水印的影片。好，我们主要的制作界面呢是在开始创作，而下面是我们的草稿夹，所有制作过的内容会存放在草稿夹。点选右边的编辑，可以搜寻我们需要的内容，以及删除我们不必要的画面。从右边的3个小点点点下去，分别是制作副本、删除、重新命名等等。如果我这一支影片要做局部的微调修改，怕遗忘了原本的档案，点选右键选择制作副本，再点入副本去修改。这样就不会动到你原始的版本，变更名字，方便我们记录。我们多数的剪辑都落在开始创作，点开始创作，点选照片或影片即可进入，也可以点选右上角的素材库，选择你所需要的素材，进入我们的画面也可以。这边先点选我自己的照片进入。好，这是我们主要的剪辑页面。进入剪辑页面之后呢，第一件事情都是先调整我要输出的尺寸，所以点选长宽比例，这上面如果我要输出 TikTok， 那我们就选择9:16，YouTube 16:9，那 IG 1:1、4:3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做调整。这边选择9:16，我原始的照片是4:3做拍摄的，但我现在点选的是9:16，我想要调整它的大小，怎么做处理？点选素材，出现白色框框，手指头在正上方播放器的位置拉大。2根手指头向外推，拉大；2根手指头向内缩，缩小。调整你需要的合适的位置即可。这是我们开始创作的界面，里面的功能分别是打叉就离开，在 KCap 里面，我只要随时离开，我的档案就直接保存在那边，直接储存至专案。再点进来，它就回复到我最后的那一个动作。然后上面是我们的导出，在导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设定我们需要的参数。中间是我们的播放器，也是我们主要的剪辑的播放视窗。左下角这里有一个放大，再按一下缩回来，播放，按一下暂停。下面是我们的剪辑主要的时间轴，白色的部分呢是我们的播放头。我们白色的播放头在哪里？我们上面的画面显示就在哪里。那因为这一张是照片，所以看不出来。我们点选一张影片，将影片导入。好，我播放头在哪里？我的画面呢就停止在什么样的位置？左下角前3个是我们比较重要的剪辑工具。第一个编辑，你看到它上面的剪刀就可以知道，针对画面相关的裁剪以及相关的处理，全部都在这个编辑这个项目里面。第二个音乐。跟声音相关的所有的选择，全部都是在音乐里面。点击之后呢，里面有音乐、音效以及自己截取、录音等等功能。我想要在画面上面添加文字，全部都是选择这个 T， 然后添加文字、自动字幕、文字转音讯等等相关的一些功能都在文字里面。前3个是我们剪辑将近超过60%、70%都是靠前3个在做剪辑。如果我的画面里面呢，想要添加第2个画面、第3个画面，那我们就选择重叠。在原始的画面之上呢，我可能再叠加第2张的照片或影片，直接叠加在我们的画面上。那这是重叠的功能。再来，画面我想要增加特殊的效果，我们点选特效，我就可以让画面呢添加一些模糊、动感等等各种的变化、不同的效果。滤镜，针对我画面需要添加一些不同的色彩，我可以添加滤镜来让它产生不一样的变化。贴纸贴图，我画面中呢想要增加一些小图示，我们可以从贴纸贴图里面去寻找我们需要增加的图示。那特别要留意的是右上角的 Pro 使用到是要付费的，所以我们
在不使用 Pro 的情况之下，选择我们自己需要的一些画面来做增加。当然，你也可以手绘。我们在贴图里面呢，有一个选项是所谓的绘制，点选我们要的笔触、颜色，在我们的画面上自由的添加，这样我们就得到一个我们自己添加的画面。影片的裁切，当我们需要将影片细致的做裁切，2根手指头在剪辑的时间线上左右划开，我就可以放大我的时间线，做到更精准的裁切。点选线性，直接做分割，不要的片段点它，出现白色框框，选择删除，这样我就删除了。那另外一个，我也可以利用左右最左边、最右边2个去做滑动，减少它需要的秒数，以及修改它的片段。当我需要添加音乐的时候，点选音乐，你可以从截取里面去选取音乐，你也可以从点选音乐，直接选择你喜欢的音乐。结尾多余的音乐呢，我们可以点选音讯条，点选线性切割，点删除，这样后面的音乐就结束了。那我的正片里面，我希望它的音乐不要出来，我们可以点选左边的将片段音讯静音，点下去之后，我里面的原始片段就没有声音，只有音乐。我也可以另外用录音来做处理，比如这是一只母鸡，没有鸡冠的是母鸡，这是一群孔雀正在抢食食物。这边要特别留意的是，我们人声录制的音量跟上面的音乐的音量，两者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这时候按播放，你就会发现，这是一只母鸡，没有鸡冠的是母鸡，这是一群孔雀正在抢食食物。好，所以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呢，我们的人声似乎被我们的音乐盖掉了。我们点选音量，调整人声。这是一只母鸡，没有。我们将人声的部分呢调大。这是一只母鸡。然后将音乐背景音乐的部分呢调小。这是一只母鸡，没有鸡冠的是母鸡。这是一群孔雀正在抢食食物。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一个音乐的效果避免音乐太大声而盖过人声。好，再来，针对这个画面里面，我想要让它画面得到一个放大或是缩小的一个效果，我们可以利用关键帧。关键帧在哪里呢？我们只有点选照片右上角菱形的加号才会出现，在第一个点打上关键帧，在结束的点打上第2个关键帧。那我希望画面是由小慢慢放大的，所以我们前面的画面呢，我先缩小。这是一只母鸡，没有鸡冠的是母。好。这样我们就得到一个逐渐放大的效果。那我贴纸贴图的部分也要跟着同步做调整，所以我点选贴图，然后进入贴图的修改的页面，一样点贴图，最后一个地方打上关键帧，前面缩小的开始缩小的位置，开始放大的位置，我们也打上关键帧，将这个图片呢缩。好，这是关键帧的使用。当然，它还有很多的操作。如果到这边我们觉得 OK 了，结束了，我们可以点选右上角的导出，直接做储存，这样我们一个简短的影片就做好了。这是一只母鸡，没有鸡冠的是母鸡。这是一群孔雀正在抢食食物。当然还有遮罩转场、图片功能、去除背景、混合模式等等，有机会再慢慢谈。